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政府准备对中芯国际下手，用意何在？那我们讲一下新闻，先说新闻。路透社引用这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女发言人的话说，本周早些时候国防部建议终端用户委员会叫 End User Committee 将这个中芯国际纳入这个实体清单。这个委员会是由这个商务部牵头，国防部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美国能源部这官员参加的一个这样的委员会。那么路透社从相关的消息人士了解到，这个委员会会对这个实体清单有决定权决定就是把实体清单就是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商务部就是工业与安全局的一个实体清单那么如果委员会决定将这个中芯国际放入这个实体清单，就意味着中芯国际受到商务部的制裁那么美国公司和使用了美国技术零部件的公司在向中芯国际出口任何的产品技术的时候，都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那么这个许可是很难拿到的拿到这个许可才能够向这个中芯国际这个供货或者提供技术那么与此同时，中芯国际还面临着美国商务部对这个华为出口禁令因为华为现在就在实体清单上面如果他帮华为做芯片，也要申请许可，商务部的许可。那么中芯国际是华为芯片的主要的制造商之一目前美国商务部在实体清单上有275个中国公司那么其中有因为违反这个禁令被纳入实体清单的有华为跟中芯那么还有海康威视海康威视是因为这个维吾尔族这个维吾尔族人的问题，那么就是海康威视中芯国际呢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那么我之前有过一个早期的时候，去年有过一个专门讲中芯国际的这样的视频讲它整个的发展过程。其实中芯国际是一个台湾人创立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关于中芯国际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呢，它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制造企业。但是它在整个的芯片行业属于二线竞争者二线竞争者。路透社的报道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个参加简报的了解简报的这个情况透露这个信息是中芯国际为什么会被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的原因是因为它和中国军方的关系引起了注意所以它会被国防部提出来要放到这个实体清单里面去中芯国际呢今天就发了一个声明发了一个什么声明呢？这个声明主要是当然针对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他说中芯国际呢中芯国际自成立以来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的重要成员，客户遍及美国、欧洲和中国大陆等世界各地，其产品和服务皆用于民用和商用，从没有任何涉及军事应用的经营行为，与中国军方毫无关系他这个声明就是澄清这一点。他说任何关于中芯国际涉军的报道均为不实新闻，我们对此感到震惊和不解然后就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芯国际如果它被放到这个清单里面去的话，那对中芯国际来说4个字，灭顶之灾
它将面临面顶之灾。上个月，美国宣布了24个参与这个南中国海的建设和军事化的公司和名单，然后那就是首次就南海议题实施制裁。然后呢，国防部过去一段时间公布了2份被指和中国军方所属和受中国军方控制的中国公司的名单。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对这2个名单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2天一直在说一直在放风，说美国这段时间会准备对中国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名单有关系，也未可知。我们分析一下这件事情。中芯国际是中国寻求在芯片领域突破的唯一的希望，其他当然中国也有一些其他的芯片制造商，但是规模都太小，然后离这个我们讲这个主流的芯片供应商的这个很远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那么核心的是谁？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中芯国际中国在中芯国际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它为什么会成为希望？第一，规模大；第二，它离这个高端领域，就是核心竞争领域最接近这第二。第三，它承接了整个的，就是我刚才讲过中芯国际其实是一个台湾人创办，一个台湾人跑到大陆创办的一个企业，最后他自己又退出了这个中芯国际那么他承接了台湾半导体行业的传统承接了这个传统，而且中芯国际目前运营水平是最高的，那么中国大陆对他扶持的力度也最大基本上他拿了好多的钱，数不完的钱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拿中芯国际开刀我分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第一，当然打掉中国的希望打掉这个希望，因为他出头他出头出来了，和我们讲第一半导体第一集团三星台积电这个英特尔等等，这都是第一集团中芯国际在第二集团，但也不是最靠前的那种，它就是量大，主要是量大，中国需求大，所以它是因为中国需求大，所以它在这个市场当中，它当然它的量就很大，它的级别不是很高，它的技术不是很先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中芯国际打下去之后呢，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差距又拉大到2到3代以后那目前中国就是中芯国际跟第一集团的差距大概差距2代，那如果中芯国际被打掉的话，那就是2代3代以后了以后它就没办法形成有效的竞争这是第二。第三，芯片是电子行业的心脏电子行业其实中国还是比较，因为需求量非常的大，所以中国电子行业其实蛮发达的蛮发达。那么电子行业你越发达，你芯片的需求就越大，因为它的心脏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元素那电子行业就会出现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需求很大，你要大量的进口，因为你自己做不了去年中国芯片的进口是3000亿我印象中是04年中国成立了一个叫大型集成电路基金投资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大基金当时成立的时候就是1400亿，这个基金成立就是1400亿。大型集成电路就是芯片，就是专门拿来投资芯片投资芯片的这个基金1400亿。当时中国就说2014年的时候，中国就说什么呢？说
到2000年，中国最好是希望目标是中国在2000年，中国的自有率，自己供应自己的芯片能够达到75%啊。那现在能够做到多少？现在到去年，中国进口了3000亿美元，那么中国的自给率应该不到30%啊，所以中国还是要大量的进口啊，这是所以第一个，中国大力的发展电子行业，如果芯片这个行业跟不上，那么中国每年仍然需要大量的进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关键领域，如果美国制裁你，你就搞不动。就比如说，举例就是华为，华为制裁华为，华为最核心的产品是什么？手机，华为手机就搞不动了。等一下我跟他讲，我们再更新一下华为的情况。美国一打击华为，因为华为是用手机挣的钱来做它的5G 啊，5G 其实5G 设备里面也有芯片，也有大量的芯片。所以如果你制裁华为，华为买不到芯片，也做不了芯片的话，其实它在这2个领域等于就废掉了。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什么领域？还有像什么像服务器啊，这些都不要想啊，这些就是说你和高端的电子行业就没有关系了。基本上华为现在就不用想这些事情啊。那么就是如果没有芯片，就会有这2个影响。那么过去10年，中国每年在这个芯片这个领域每年投入数以千亿的资金。那么中国在芯片这个领域和芯片相关的产业啊，10万以上吧，10万亿以上的资金吧，啊，但是成效不大。原因是什么？几个原因。第一，急功近利，不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基础性的工作啊，这急功近利啊。第二个，中国的基础产业很薄弱啊，基础产业通常讲的是什么？材料啊等等这些产业啊，工艺啊、制程啊，你像芯片是非常需要讲究这个工艺制程，因为它工艺制程基本上是它最核心的环节。中国在这方面没有所以产业积累不出，基础薄弱。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其他国家的忌惮。为什么？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啊！你有什么给你以后，马上就开始干嘛？所以这些年，中国在芯片行业，当然也像中芯国际就起来，每年的规模还不小，但是其实它离第一集团还是差距非常的大。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如果这个前提如果路透社的报道是真实的，而且美国真的做了决定，把中芯国际放到这个实体清单，中芯国际就可能成为华为第2啊，面临极度困难的局面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美国现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什么态度？打击、遏制，最终要干嘛？脱钩啊！我们更新一下华为那边的情况。按照惯例，华为每年都会在柏林国际广播展，叫 IFA 啊，发布最新的这个麒麟芯片。然后9月3号举办的 IFA 2020大会，华为没有发布任何的消息啊。那么华为消费者业务的 CEO 叫余承东，就是做手机的啊，华为做手机的 CEO。他说麒麟9000芯片只能生产到麒麟9000芯片用在它的Mate， 我不知道 Mate 多少啊，应该是它它的最重要的旗舰产品啊，就是 Mate 手机上只会生产到9月15号。那么这个华为的手机还会上市，但数量有限，因为它备货。它其实是备了货的啊，备了货。
但是你备货总是会用完的啊。余承东回答这个他芯片怎么办的时候，他说，因为没有中国芯片制造商能够支持，所以面临着没有芯片可用的问题啊。他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生产，华为没有办法生产，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只做了设计，也是个教训啊。这话讲呢也没错，但是老实讲也不公道啊。为什么？因为你要做芯片啊，有芯片这里面涉及到上百个行业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中国要进入这些领域，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很长的路，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中国一开始就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中国不是今天的这个局面啊。那么为什么中国一开始没有做？中国一开始就没有这个基础啊。那怎么解决芯片问题啊？余承东说啊，他这么说，他说，一方面呢，自己的芯片要加快啊，包括半导体制造工艺啊，企业一定要一起努力，另外也要想办法应对啊，还可以做生态啊，生态其实讲的是手机生态啊，做其他一些能做的，比如屏幕啊、智能电视啊、电脑等，体积比较大的、要求不高的。只能做这些了啊。那么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没有办法，华为已经绕不过去了啊。所以我认为华为在这手机这一块，手机业务这一块会慢慢的萎缩掉。那么我认为华为在 5G 这一块也会慢慢的萎缩掉，因为它存货也会用完，所以它在 5G 这个领域应该就做不了太多的动作啊，因为这两头都是需要芯片啊，然后华为的这个服务器也应该是有问题的啊。好，这是华为的情况。那么白宫幕僚长叫 Meadows 星期四说啊，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禁用更多的这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啊。他当时是在空军1号跟随行的记者这么说，他没有说具体的是哪些。他之前其实 Meadows 其实之前也说过啊，说美国准备要禁更多的这个应用程序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啊，什么信号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手机应用程序会被禁啊。现在美国政府手里捏的两个。一个是微信，一个是 TikTok 啊。TikTok 呢就是抖音啊，这两个程序捏在手里。抖音的最后的时间还有10天啊，10天如果它不能够出售的话，就是不能够出售它的股权的话，那10天之内它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就会禁止它使用了。TikTok 的时间只剩下10天了，那么我觉得可能的结果就是它最后被禁了啊。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政府是不希望抖音把 TikTok 卖掉的。为什么？因为背后抖音TikTok 后面应该有很多中国政府不想让他新的投资者看到的东西。那你说可不可以删掉？如果能删掉的话，中国政府就不会做之前那个动作。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抖音它用的那个其中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不能够出售，限制，要向政府申请许可啊。他把这个放进去啊，放进去意味着什么？其实一开始我就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意抖音，因为抖音之前起诉川普政府啊，起诉川普政府就是他们的行政适当啊，寻求法院的这个司法复核。我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反映出来，中国政府是不想让抖音卖掉 TikTok 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会认真的去谈。
卖个好价钱，估计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大家知道，中国制造的手机应用程序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有后门啊，这是第一个特点。有后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会控制你的手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偷你的资料啊，偷你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什么资料都会偷啊。那么这是中国政府通过这些手机应用程序做一些情报工作，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除了这个后门以外，中国制的这个手机程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控制啊，其实就是强的延伸，控制什么呢？控制海外华人啊，通过这个方式保持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联系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如果美国政府把这个切断，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统战工作就被打掉了70%啊，所有统战洗脑工作就打掉70%啊，这个动作肯定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个行动之一啊。我们刚才讲前面那个芯片是一个对中国影响很大，这个也是影响很大啊，影响很大。这是一个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分析美国的意图啊。美国的意图从谁那儿看得最清楚啊？从蓬佩奥那里看得最清楚。蓬佩奥我记得在前天啊，这个 Fox News 采访他，当时是新闻是什么新闻呢？就是美国国务院规定中国使领馆人员3个禁令啊，3个限制啊。第一个就是出去啊，去这个学校，去这个叫什么？去学校去跟地方官员见面必须申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离开使领馆，组织50人以上的活动啊，要申请啊，要申请。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呀？大概就是对中国的使领馆人员进行全面的限制他们的活动啊。那么他采访这个 Fox News 采访他，他这么说，他说呢，这个记者就问他，中国是不是目前最大的威胁啊？和俄罗斯比怎么比？蓬佩奥就答，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中共。他问的是中国，他答的是中共，俄罗斯没办法与之相提并论，意思就是俄罗斯还差远了，中共对我们的威胁更严重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其实就反映了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意思啊，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什么？把矛头对准中共，然后呢，做中国最害怕的事情。你害怕什么？你不想我做什么，我就做给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斗争意识，或者是全面对抗意识。在西方国家叫对抗啊，在中国叫斗争，这就是斗争，我就是要跟你斗了，斗到底了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你比如说，我再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印度，中印之间发生边境冲突啊，谁对谁错我们不说啊，但是肯定双方肯定发生了一个出现了死亡事件的这个级别的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当中，其实中国是不想把这个事情升级的，因为中国现在麻烦很多。但是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不想升级，我想要的东西我还不能放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态度。这就是你看中国在外交上啊，这对美关系上大体上也是这样。我们谈吧，中国的态度是我们谈吧，但是我脚底下是不让步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我态度改变一下，但是我的立场不变，基本上是这样。你可以看中国对美，有些好话讲好话，讲好听的，
但是他的立场并没有变，他该干嘛干嘛啊，基本上这很像习近平的风格啊，就是我有策略性的调整，但是我不退。基本上在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你想把问题搞定吗？搞不定，一定搞不定。为什么？印度人讲，我也不能退啊，你不想升级，我想升级吗？你不行，我就给你升给你看。所以印度没有顾忌啊，因为印度他没那么多麻烦啊，所以他不怕升级，但中国又想不升级，又不想升级，又不想退让，所以这事儿就处于僵持状态。僵持状态，但是这个时间久了，麻烦就会更大，会更麻烦。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中印两国的国防部长在哪里碰面？在俄罗斯碰面啊，在俄罗斯碰面啊，你看一下，4号晚间啊，参加上合组织，在莫斯科啊，两个人见个面。中国国防部长是魏凤和，印度的国防部长是辛格啊，印度人好多叫辛格啊，举行会谈，双方谈了2个小时，谈不谈得成呢？我觉得谈不成，就说中国这个态度他不改变。他改变态度，不改变立场是没用的啊。就这个操作，其实你可以看中国在很多事情上的操作，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他坚决不退，这就是中共的底线意识，就是习近平不断强调的斗争意识、底线意识，而且他不断的强调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斗争艺术啊，斗争艺术就是什么？就是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那川普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中国听到了又是会哆嗦一下。他说，美方已经准备好帮助解决印中之间的边界纠纷啊。他说，这个中印之间斗争比很多人了解的更强烈，情况非常糟糕。我们随时准备和中国、印度之间提供帮助。你想一下。其实，在中印之间，他跑到俄罗斯莫斯科去见面啊，那当然中间肯定有俄罗斯的成分啊，俄罗斯有没有扮演一定的角色？肯定扮演一定角色，但是中国是不希望俄罗斯掺和的。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中国既不想俄罗斯掺和，也不想美国掺和，原因是因为俄罗斯是拉偏架，俄罗斯是帮印度的。帮印度，为什么俄罗斯帮印度？很奇怪吧？好像中印关系更好一点，中俄关系更好一点，其实不是。俄罗斯完完全全的学了中国那句话，叫远交近攻。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帮印度，因为他跟印度没有接壤，他只跟中国接壤，那他只能够他必须帮助印度对付中国。这就是远交近攻啊，所以俄罗斯的立场中国很清楚，俄罗斯是拉偏架帮印度的，他不想俄罗斯掺和，他想不想美国掺和？他也不想美国掺和，为什么？他更不想美国掺和，为什么？因为美国旗帜鲜明的支持印度啊，所以美国要一插手的话，肯定是帮印度，那中国的压力更大，所以你可以看啊。中国搞不定印度，那美国要是再掺和一把的话，它更麻烦，它就更麻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就是美国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说，旗帜鲜明，上来就讲中国干预美国的选举。规模最大，他有一个规模最大的政治计划。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担当最积极的角色。他说，中国、俄罗斯、伊朗，中国最积极，规模最大啊。他说，这个中国有庞大的计划，从政治方面影响美国啊，其次是伊朗和俄罗斯。他说，我们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中国、俄罗斯、伊朗。干预美国大选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啊！
他说情报部门很清楚地表明，首先是俄罗斯，这个是奥布莱恩说的。然后之前呢，司法部长巴尔在2号也出来讲，他说外国势力干涉美国大选，排名第一，没有这个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没有中国大，中国是主要的威胁，主要的干预者。巴尔说了，安全顾问也说了，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就2条。第一条，当然提这个问题，当然对川普的选举是有利的。为什么？因为川普旗帜鲜明的对付中国，然后讲中国干预这个美国大选，然后川普总统又说中国希望美国希望这个中国希望这个叫什么拜登当选，中国支持拜登啊，你把这事情串在一起，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川普是利用这个来攻击他的对手，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中国会不会干预？中国一定会干预，中国不干预才见鬼了呢啊！但是干预的级别、规模、深度、广度有多大？我认为史无前例的大。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现在这个样子，中国会在这件事情上无所作为吗？一定不会的，一定疯了一样在做这件事情啊！美国现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一个撇清关系，第二个也作为一个他对付中国的其中一个理由，因为他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美国人对，你可以想一下，这个国家在干预我们的大选，不管是谁，这个选民不管是谁，不管支持谁，他都会很讨厌他，所以他是提供一些名义上的支持，就是我要对中国下手，就这个态度啊！我今天在推特上看见有个叫洪晃的这个中国的大 V 啊，在骂这个川普总统啊，我不觉得他骂川普总统特别不好，不是的，他在讨论这件事情。你要知道洪晃是谁？洪晃在微博上千万级吧，千万级的大 V 啊，这是个很有名的大 V 啊，他在谈美国选举，这就是个例子啊，这就是个例子。他可能支持拜登，也可能支持这个川普，但是你可以看，这就是一些影响啊，这就是一些动作。为什么我讲洪晃不讲其他人？洪晃是谁？洪晃是红二代啊，他是个大 V， 他是个建制派的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的代言人，中共的代言人。为什么？洪晃的背景是谁啊？洪晃是什么背景啊？洪晃是张涵之的女儿。张涵之是谁？张世钊的养女。张世钊是谁？张世钊是民国名士，后来中共建政之后，他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然后张世钊1920年给过毛泽东2万大洋，他还组织过去这个法国留学，他筹款，筹了很多钱给其实里面全是中共的人，其中包括谁？包括邓小平啊。那么，所以张世钊跟毛泽东关系非常好，然后那个张涵之还是毛泽东的英文老师啊。当然，毛泽东学英文那是笑话，那就是跟他在一起呗啊，就是跟他泡呗，就是泡混呗啊。所以张世钊也好，张涵之也好，跟毛泽东关系不一般。然后后来张涵之离婚，这个嫁给了谁呢？嫁给了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所以乔冠华是洪晃是乔冠华的继女，她是他的继父。然后这个洪晃是1974年，当时
当时我印象中是谁呀？打电话去中国访问打电话给那个谁，给当时的总统，忘记是谁了做木匠的总统叫什么来着？那个，哎呀，一下嘴边上。问中共希望派3000名这个留学生，同不同意当时的总统卡特总统说，你们行不行？我是那个谁，邓小平站在我旁边等着回话呢。卡特总统说行，我们不仅欢迎3000人，我欢迎10万人中国留学生。就那个时候开始，就第一批3000人，洪晃就这第一批3000人里面全是高干子弟，就是这波人，就是洪晃后来在美国认识了谁？认识了陈凯歌所以他是陈凯歌的前妻，陈凯歌是洪晃的前夫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他跑出来讲美国选举，洪晃在微博上是大 V， 在微信上也是大 V 他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出来讲美国大选，可见是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其中一个证据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总结一下，中芯国际可能会成为第2个华为那么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就是美国现在也有斗争意识就是专门现在美国对华的政策已经上升到什么地步呢？就不断的推出中国不想美国做的事情，中国害怕的事情，你害怕什么我就做什么，基本上是这样的策略，好吧？好吧，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请大家尽量简洁，我们能够多给更多的网友提供这个机会，好吗？好，观点与提问明谢 Kelly 赵，谢谢小熊猫很可爱，祝节目长长久久，谢谢李晨，谢谢 Vincent 赵，谢谢 KDK， 谢谢漫画拼图，谢谢王水好。作为台湾人，每次喊香港加油都有一种鼓励香港人面对危机的愧疚感，试问该如何自处？作为台湾人喊香港加油不用愧疚，你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你在为香港做一个非常需要的帮助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愧疚你比很多人都做得好你可以做更多那就做更多，你没有条件做更多，你能做多少做多少，每一分的情谊香港人都记得，都会感谢，好吗？不必愧疚姥姥王谢谢，为翻墙的朋友们加油，姥姥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佩服。还有问候来自丹麦的网友 KDK， 我儿子也住在丹麦 OK。 云无常谢谢， Vinny 侯谢谢，打卡墨尔本支持王老师，漫漫长路默默相伴，谢谢你。杰西菜谢谢。好，情绪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我说好了要戒酒来着，咋办呢？先喝一杯再戒嘛，是不是情况，江苏一家企业读名字扔员工牌，让员工剪的视频刷爆网络，看了真气人，还是苹果供应商。还有贵州扣发老师上亿工资，贫困生的帮扶金被挪用来入股，真是乱象丛生扔员工牌让员工减，这是侮辱员工一个不爱惜员工的企业走不远，走不久，走不远的。观点以中国人的工作态度和职业化程度，这种
难度又高、要求仔细的产品很难相信可以做出来。台湾不是中国人吗？台湾做得很好啊，是吗？提问：微博上有消息，苏州开始推行文明码，把人分等级，等级高的有优先享受工作、就业、升学等权利。请问这会对当地人造成什么影响？我觉得会让当地人神经病。你想一下，人要是这么分，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不就乱了吗？那你想一下，背后控制这个文明码的人，他拥有的权力有多大？他比共产党还大，你说呢？而且盗人呐。观点：只要美国不禁止给中国的私营企业销售某些技术和产品，中国的各大军队、院校、国企都可以拿到这些技术和产品。这不是以后可能的方式，而是一直以来的方式，几十年了。我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中国不禁止，中国现在已经美国已经现在禁止了，我没看懂。观点：华为手机千万不要用。就微信被封账号而言，使用华为手机被封的几率远远高于其他手机。外国厂商的手机不能直接通过硬件监控，大陆网警可以不能直接通过硬件监控，大陆网警可能通过软件对你进行监控，比如微信、微博、淘宝。观点： VPN 的加密本质决定了你顶多知道你在翻墙，但并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所以只能上门排查手机。苹果手机的安全性在于你的 Apple ID 注册地，如果是国外的 ID， 这相关信息全部存储在国外主机，而中国的 ID 则所有信息存储在云南、贵州，不安全，所以建议用国外信用卡注册国外 ID， 基本上你自己不说，而且手机不给别人看，就不会有人知道你在使用 VPN。 但是几个国产品牌手机被强烈怀疑硬体监控，所以不安全。大家听到吗？这个非常重要。那2点，第一个，不要到处说自己在翻墙，这是第一个，守住自己的嘴巴。第二个，还是用苹果吧，不要用国产手机嘛。你买便宜一点也好嘛，苹果手机有些很便宜的 ，SE 也很便宜的，所以我觉得尽量用国外手机，然后用国外的 ID， 用不用国外 ID 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嘴巴不要到处讲嘛。情况：国内很多人没有隐私意识，疫情期间有警察去农村排查手机安装 APP， 农民居然还问统一的，就不问了啊。情况：华为的这个就是这不是隐私意识的问题，农民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阶层里面最低，他们的权利都是被侵犯啊。情况：华为的海思半导体是国内监控摄像头的主要芯片供应商，很多镜头都是海思芯片。观点：集体电路这个产业是重资本投资，月产3万片3奈米的先期投资金约50亿美金，良品率 50%，85% 才能达到标准。Trial and Pilot Run 到正式量产大概要13个月上下，不含盖厂时间。中国的芯片事业投资让我想起前苏联军备竞赛的投资，会不会最后拖垮经济？级别不一样。中国经济95万亿一年投个几千亿，对这么大的经济体影响不大。但是它影响很大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别忘了，中国不仅仅有芯片，还有很多行业你其他的加在一起就很大。这个不是说某一件事情可以拖垮经济的问题。中国经济这么大的经济体，
某个行业拖垮整体经济的可能性很小。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你比如说芯片，你芯片做不出来，芯片做不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你必须大量进口，那一年进口3000亿美金啊，这就很多了。你想一下，那你石油啊，石油现在去年石油进口的少，因为油价跌，那不多吧？千把亿的要吧？然后还有粮食啊，粮食现在进口的不多，去年进口的不多，今年进口的就多了，肯定得过1000亿。那你加一下看一下，你就知道中国的外汇是不够的啊。所以为什么要收护照啊，限制使用外汇啊？这是背后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他不是说他让他投资的问题，而是让他这个产业上不去。你产业上不去的话，你就得进口。观点拿到 TikTok 的演算法和数据库，最重要的是中共侵害西方世界的证据，也是共产党最怕被知道的，是这样的。提问：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在美国，将来中美开打，美国会不会直接禁了中国的国际互联网？如果打仗，如果双方打仗，你觉得会不会呢？如果双方进行了热战，进行真的开战了，那我觉得美国就不用客气了吧？根服务器，什么根服务器，全部都给禁掉了，什么美元结算这都没有吧？你说呢？你说还客气啥？你说是不是？所以如果真的中美发生了武装冲突、热战，发生了一场战争，那就不客气了吧？是不是？那后果很严重，后果非常严重。提问：阿里巴巴下的淘宝有新疆迫害营有关的商品，请问白宫是否会制裁淘宝？有说过，我听过有说过要制裁淘宝，但是现在没有下文啊。我觉得阿里巴巴现在在疯狂的做这个工作吧，你说呢？提问：坐标郑州，华为这2年参与了不少国家电网等国企如云平台之类的信息工程，这次制裁也会影响到华为这类服务软件吗？应该不会吧，纯国内的没有影响，不会有影响。情绪：被疫情伤得最深的是城市，本人小微企业主，扛过了疫情，迎来了垃圾分类、消防检查，最近又开始文明城市评比，直接一刀切封门，很无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封，肉身翻墙。肉身翻墙，我觉得反正中共就是作死，中共的各种作，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习近平以下的这票人基本上是只往上看，他啥都不管，保住位置，只是这样。你像垃圾分类也好，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消防检查，你消防检查还没完呢，还有什么文明城市评比还没完呢，还有是环保呢，环保又得倒一批啊，不断的在干这种事情啊。提问：老师，中国未来有没有可能拉美化？一方面债务高企，另一方面芯片行业一大票高科技行业被封杀，难以做到进口替代，这不是和拉美化很像吗？是有这种像，是有这个问题。我觉得2点，拉美化其实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债务。拉美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债务失控。中国有没有债务失控？我觉得中国债务失控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今年以后，因为今年又发了一堆的债啊，所以债务失控这一块，我觉得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第二个特征就是经济下滑，经济下滑的很厉害，债务失控、经济下滑这2个放在一起，就是很费。如果你再搞点通货膨胀，那基本上就是拉美化了。观点：真没觉得字节跳动的 TikTok 有什么技术含量，根据用户爱好推荐相关的内容，这种算法都是 Facebook 和 YouTube 玩剩，而且都是建立在侵犯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只不过 TikTok 把
侵犯隐私做得更彻底一些罢了。字节跳动的用户后台功能落后 YouTube 不是一星半点，是这样，非常正确。只不过呢，你对用户的这个隐私的侵犯是不是足够深？当你足够深的时候，你当然有些东西是别人做不到的啊。观点，其实我感觉汉族是最能打的民族，原来是河南一块，后来能占领那么多土地，但是汉族从来不提自己对南方少数民族等周边民族的迫害讨伐，一切进行仇恨教育。要知道苗族原来发源地也在河南，广东原本是瑶族的土地，广西是壮族、布依族，台湾是高山族，汉族也在抢原住民的土地。所以民族问题还是用现代普世价值观标准来看好。比如成吉思汗是杀人魔王，但是蒙古人已经过了上千年，应该停止民族间的仇恨。观点，洪晃这种事和高晓松一样，骂美国是任务，非常正确。高晓松还好吧？高晓松其实我觉得他做的节目还是整体，我觉得整体来看，高晓松的节目还是比较靠谱的。洪晃嘛，红二代啊。观点，我去台湾，觉得台湾人温良恭俭让很好。台湾的社会已经不是90年代我们认识的社会了，民主让单民族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其实，中国人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啊，汉族中国人，这是一个正面的词汇啊，让这个词汇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问题就是中共把所有的东西都毁掉了啊，然后装上他们的那些东西，那他那个东西都是坏东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搞清楚，冤有头债有主啊，核心的对象是谁？就是中共，好吧？那明谢猫里黄，谢谢，丹邓，谢谢，周卫兵，谢谢，三门高，谢谢，支持王老师，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周末愉快。